想到这古代的白马会所还挺别致啊。15年前，我意外穿到这个世界，成了大将军宋墨的独女。北城一战，爹娘重伤，把我托付给孟涛，照顾好明珠。我回乡为父母守孝，他转头就养了个外室，恩爱情浓。爹娘，你们别怪女儿离经叛道，只是你们一定也不希望女儿嫁给孟涛受委屈。小姐，这可是风月场，您就算不想嫁人，也不能自毁名节呀。孟家死活不肯退婚，所以我给他们下一剂猛药。啊？什么猛药？喏，养一个外室，不出1个月，他们必定哭着喊着求我跟我退婚。什么？你要养外室？大惊小怪干什么？孟涛能养，我也能养。殿下，你已经6年没回京了，这次大圣还朝，为何不直接回宫？您旧伤又发作了。切莫走漏风声，等伤养好了再回宫。是。那小姐，我们还去吗？不仅要去，还要挑个好看的。走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剑眉星目，面若冠玉，这清风楼竟还有这样不错的男人。我决定了，我的外室就是他。小郎君，等一等。是他？何事？哦，你看，你在这清风楼内需要哄人开心，不如你跟我回家，只需哄我一人开心。姑娘的意思是想在下从了姑娘？风月场所的人就是识趣。对，做我的外室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大胆！那若是我不从了，那本姑娘就只能先礼后兵了。再相遇一刹，像这淡了一束。小郎君，别生气嘛。姑娘还真是胆大包天，皇城脚下就敢直接强人入府。抢？我可没抢，我不过是想邀小郎君到府内一谈。你看，这边是我的温泉庄子，书街活络，非常适合你在这里休养，也特别适合金屋藏娇。打你！打他！打他！往这打！就打你！打他！打！让开！你跟我吃了什么？不要，你只能活2个时辰。反正你都快要死了，不打回去可就没机会了。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如果长夜太黑，我会一路向前去面对人间。这本挺厉害的了，你连死都不怕，干嘛让他们欺负啊？谁要呢？骗你的，这普通养生丸。你算你了。
胆大包天的小骗子。站住！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擅闯五位将军的私产！将军，你们说的梦不是孟涛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敢直呼将军本名？我家小姐是宋将军的女儿，皇上亲封的县主。这里是我家小姐的嫁妆，只是小姐回乡守孝，才由孟家接管。嫁妆？难道这位就是将军夫人？她也是夫人？这不可能啊！也，莫非这里还有第二个将军夫人？这么晚了是谁啊？啊，这位就是我们的将军夫人。原来是宋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发现这里有人鸠占鹊巢呢？姐姐，当日你不肯出手相救，可曾想到今日还会再见？当年是因为你的父亲让北城伤亡惨重，你们柳家被流放是应得的。说起来，我倒是要好好谢谢你。若不是你不肯出手相救，我又怎么会知道将军待我如此情深呢？难怪他要找外室，孟涛竟把柳家的罪女养着，还弄出了孩子。以他的性子，自是不肯受这个气。清雪，姐姐，将军，苏明珠，你在干什么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受我的气，可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呀。宋明珠，你胡闹也要有个限度。清雪现在怀着身孕，你怎么能对她动手？这才是我的力度。记住了，下次如果要演，演得卖力一点。将军，宋明珠，你疯了！也别说我厚此薄彼，这一巴掌赏你。既然你们如此相爱，那我便成全你们。婚书退给我。不可能，婚约是宋将军临终前定下的，我绝不可能退的。你莫不是忘了，你在我父亲面前立过誓，说你此生绝不纳妾。我也没纳妾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不是要为父母守孝3年吗？我只是给孟家留个骨肉罢了。孟将军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，活不过30岁了？你胡说什么呀？那为什么着急传宗接代？苏明珠，他是谁？忘了与你介绍了，这位是我养的外室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孟将军这重病，耳朵也不好使了？你既不肯退婚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所以我也养了一个外室。荒唐！苏明珠，别胡闹了，我只是养了个外室罢了，威胁不到你将军夫人的地位的。对对对，一个意思。你既不愿意退婚，我宋明珠未婚夫的位置永远都是你的。虽然说青青相貌俊逸，温柔体贴，活儿好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不会威胁到你的。宋明珠，将军，你别生气，姐姐是为了气你才这么说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碍了姐姐的眼。清雪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的，我现在就走。宋明珠，我没想到你这般恶毒。清雪现在身怀6甲，此处最适合她安居。我已经将这个宅子送给她了，要走，也是你和你这个野男人走。送给他？你莫不是忘了，这个庄子是我的嫁妆，我们一日没有成婚，便是我的私产，要滚也是你们滚。来人，把他们2个给我赶出去。是。青青，你身体不好，我带你去泡温泉。宋明珠，宋明珠！青青，你干什么？青青。
那个，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，我总不能叫你外室吧，对吧？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换一个。郎君，心肝。你是我金主，自然想叫什么都可以。我只是提醒你，外面的人都还没走。宋明珠，你敢！既是演戏，那就演得周全一些。宋明珠，你这是不守妇道！我操！宋明珠，伤风败俗，皇上定会赐罪的。拿回功夫。略懂一二。我要上告皇上，把你和这个外室有奸使众！你别听外面人说的，伙计把你带了回来，就能护得住你。你护着我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帮我退了婚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小姐，庄子里的上好药材都不见了，是孟家干的。我走的这3年，他们真是把将军府当成自己的。那柳清雪穿金戴银，头上一颗东珠都要1000两银子，孟家不知贪了我们多少东西。连吃带拿，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找几个账房先生，点50府丁。啊！我要去找他们，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娘，这些都太普通了，怎么能带得出去嘛？那就让他们再换一批来。听说啊，太子就快回京了，下个月的赏花宴就是为了给太子选妃。你呀，是该好好打扮打扮了。娘，你怎么把他给带回来了？还有3个月就是你大婚之期，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可别犯糊涂。娘，宋明珠疯了。他带了个男宠，天天到处乱逛，还把我和清雪赶出了庄子。什么？我要跟宋明珠退婚。不行，宋家家资巨富，光嫁妆都够我们用好几辈子了。再说宋家旧部遍布朝堂，你能这么快升到3品，多亏他们帮扶。现在退婚，影响你仕途。他天天带了个男宠，到处乱逛，给我戴绿帽子。我再不退婚，我这脸都被丢尽了。我还当什么官？那也不能退。娘，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宋家的人打进门来了。什么？你还有脸来啊！我这大老远的都听见孟将军说要退婚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明珠来了。涛儿糊涂，听了些流言蜚语就胡说八道，我正教训他呢。我呀，只认你这个儿媳。哎，孟夫人误会孟将军了。孟将军他听的不是流言蜚语，全都属实。这便是我家青青。明珠啊，伯母知道你不是那样的姑娘。清雪的事儿啊，是涛儿不对，你生气也是应该的。你放心，等你们成亲，我保证。孟夫人不信啊。如今可信了？你们怎么能这样？
情之所至，情不自禁嘛。相信孟将军深有体会吧？不然这柳清雪肚子里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对吧，孟将军？你们简直臭不要脸！我要立马退婚！爽快，这是你最像男人的时候。你闭嘴！明珠啊，你找这么一个狐媚的男人，能给你什么啊？再说，婚约可不是儿戏，当初你爹娘在时，我们可是三书六礼定下的，怎能随意退婚？您说的也对，不过呢，这倒简单，将三书六礼退还回来就行了。哦，还有这3年我回乡守孝，我们宋家的家产及宅子都由你们孟家代管，如今你是该还回来了。不行！怎么？难不成你们孟家还想占着我将军府的家产不还不成？为县主效力！明珠啊，你们成亲以后，这些东西不还是由我们打理吗？何必费那个事？你要银子，可以去账上支取便是。行啊，那便先给我支30万两银子吧。什么？30万两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我宋家家产1年盈利至少在10万两以上，3年期间，我问你们要30万两不过分吧？还是说，这些银子早就被你们花光了？明珠啊，30万两不是小数目，你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？我作为长辈，只是担心你。我要这么多银子，当然是给我家青青用了。他，宋明珠，你要给这个野男人花30万两，宋将军如果在世的话，定会为你感到羞耻的。同为外室，这位姑娘身上的任何一件首饰都要上千两，我可比她金贵多了。琴棋书画我都会，要是真打理起来，每个月至少花3、5万两吧。我没看错吧？被人当男宠，太子殿下非但不生气，竟然还帮腔。这个外室不过是个玩物，竟然在我们孟府耀武扬威，肆意妄为。我就乐意给我家青青挥霍，这不给我家青青挥霍，难不成给你们挥霍呀？明珠，别说气话。哎呀，不是我不肯还，只是宋家的铺子又多又杂，将军和夫人又不在了，如今府里只剩下你一个人，哪有心力管这么多事儿？我是长辈，替你管正好。怎么就一个人了？我是宋小姐的人，自然会替她打理。这宋家的财产要是再交给你们保管，估计都跑到你们孟家的库房了吧？对，有青青帮我管着，就算是亏了，我也开心。你们还要不要点脸？你们要脸，霸占着宋家的府邸和财产，这怕是没脸没皮的人才能干出来的阿杂事吧？涛儿哥，宋明珠，你为了一个男宠，你跟我动手？我家青青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为县主效力！这是做什么？这些是我爹军队的账房先生，这几10年间从未算错过账，如今我就让他们好好算算，你们欠我的东西也是该还回来了。经年累月的旧账，这我想不起来了。若是想不起来这账册放在哪里，他们也会帮你寻找。为县主效力！你要查就查，我堂堂将军府还会亏你那点银两？娘，没事，我倒要看看他离了我，他还怎么管好这家业。
30两，520两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青青，杀了这么久都累了吧？快点坐下来歇会儿。瞧，你都出汗了。你干什么？宋明珠和这外室如此疏远，难道只是做戏？盯着我一个地方擦，你是要给我搓澡啊？不擦便不擦了。对待外室要这样。绝不能让他们清算，咱们哪有那么多银子啊？我每年那么多俸禄，还有功绩的奖赏，怎么会不够呢？哎呀，宋小姐，数字已清算完毕。这3年的收益总共是47万两白银。账上剩余35万余两，剩下的12万3900两都被孟家支去花用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差这么多？娘正想跟你说呢，这些年上下打点，心血置办首饰，花了不少银子啊。孟将军若是不信，大可再找人来算，或者我去户部给你找几个账房啊。明珠，别，闹到皇上面前，咱们两家都不好看。那便还钱。哎呦，头晕，哎呀！宋将军看着倒是体面，原来是拿着我们家小姐的银子装阔呀。难不成他也是小姐养的外室？你说什么？青青，你不知道，这有一种人呢，叫做软饭硬吃。你再说一遍。娘，马上就到赏花宴了，我的首饰还没有买呢，我可不想这样去见太子。放心，过几个月他们成亲了，这些呀都是我们的。我绝对不可能娶她。你不是就要银票吗？这是10万两，我堂堂武威将军才缺你这点银子。娘，他当着我的面都敢跟那外室卿卿我，你还想娶她进门，让我戴一世绿帽？青青，你拿着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的铺盖呢，我已经帮你们卷好了，马上滚出将军府。以后别想再碰我们宋家的产业，否则我就将你们鸠占鹊巢之事闹到皇上面前去。娘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！我要是被赶出将军府，我会被全城的小姐耻笑的。就算宋明珠不嫁给我，这将军府也迟早是我的。不送。青青，我来了，累不累呀？宋姑娘眉头微散，步态轻盈，分明还是处子之身。这轻蔑姿态，不过是在做戏。当真？当然。算了半天账，好累啊！配合我，给你买宅子。累了。谁让小姐昨夜非闹着要了3回，我这就送小姐回去休息。3回？什么话？真敢说？只要能退婚，3回就3回吧。若宋明珠这个女人尚为处子，那她做出了这一出戏，必定是为了气我，让我回心转意。宋明珠，
你迟早要嫁给我。小姐，听说孟将军被人打了。谁打的？殿下，你救伤未愈，还亲自教训那个姓孟的，他根本就不配殿下你出手。听说那人身姿不凡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孟将军被打得满地找牙。要我说，他这就是现世报。小姐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说，这世上真的有人仅凭眼睛就能看出对方是不是处子之身？听说宫里和花楼里是有一些眼力很精准的老嬷嬷。要是被他们找到理由不退婚的话，我就功亏一篑了。不行，这临门一脚，可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小姐，芊芊，小姐，没事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些事情要跟他讲，你先回去吧。你不都已经昭告天下我是你的外室了吗？怎么见我还是偷偷摸摸的？谁说我偷偷摸摸的了？我只是害怕你被别人看了去。我刚刚瞧见你肩上有伤，要不要我去找个大夫？不必了，一点旧伤。这个是你自己的药，靠谱吗？不过这个药瓶倒是蛮别致的。疼，一点都不记得了。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该不会这个药瓶是你心上人送的吧？送你了。不是，一个骗子。骗子？那你还这么宝贝？留着他就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不要再上当了。说的有点道理。小姐这么晚找我，有什么事？知情识趣，难得还长了这么一张好看的脸。你这是干嘛？你帮我拿回了将军府，这个是奖励你的。既然你也没有心上人，不如我们假戏真做。歌唱到最后听懂的人有几个？长长短短的奈何？你入戏还挺快的，不过我们真的可以要一个孩子。等到时候孟氏他们定会来退婚，除非他们想让我大着肚子进他们家门。就只是为了退婚？当然了，你是不知道孟家有多恶心，死活都不肯退婚。你干什么？我去隔壁睡。喂，至于吗？我有那么差？你也不吃亏啊！殿下，去查查孟家。孟家，殿下怀疑他们通敌叛国，还是投靠了三皇子？孟涛还没这胆子。那属下要查什么？让你查你就查。大的小的脏事烂事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该死的孟家，竟把他逼到现在这个份上。孟小姐，这套花冠上的东珠，个个都是万里挑一。整个京城就找不出来第二套。看着不错，帮我送到将军。
孟府去吧。太子的赏花宴，我要带他艳压群峰。慢着，我出双倍。宋明珠，这光天化日你就带你的野男人出来闲逛，你要不要点脸？这光天化日的，你不照样带着这个罪臣之女吗？更何况，我家青青风度翩翩，天人之姿，哪里丢人？孟将军，这花冠能值几个钱？我出3倍。将军，孟府已经有3次没有结账了，总共欠了21200两白银。没了明珠的支持，孟家居然沦落到连首饰都买不起，还欠下了债。店家，把花冠包起来，既是最好的，我就要送给明珠。这里是10万两。哎，是。那这套头面就是小姐的了。宋明珠，你抢我这顶花冠，就是为了在太子的赏花宴上抢我风头。你休想！宋姐姐，你还是还给灵秀吧。你都已经声名狼藉了，得到了这顶花冠，你也进不去赏花会，更不可能吸引到太子殿下呀。哼，一个不守妇道之人，还妄想高攀太子，别做梦了。谁呀？谁敢算我？这里哪里有旁人啊？只怕是孟将军平时呢造口业太多，遭天谴喽。再说了，谁说这关我是要带给太子殿下看？我带给我家青青看不行吗？好看吗？宋姑娘，咱家可算找到你了。贵妃娘娘有赏。贵妃娘娘？正是，贵妃娘娘赏你女诫1本，教养嬷嬷1位。这位是宫里最得手的张嬷嬷。娘娘听说宋姑娘不懂规矩，特地将她赐给宋姑娘。您嫁给孟将军之前，张嬷嬷会一直跟着您。宋姑娘，接赏赐谢恩吧。清雪，多亏了你一母，不然我不知道孟家还要受多少委屈呢。皇后早逝，我姨母身为贵妃，教导贵女是理所当然的。宋明珠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这可是贵妃娘娘的赏赐，难不成你要对贵妃娘娘不敬？你不必。谢娘娘恩赐。娘娘说了，宋姑娘是功臣之女，更要谨言慎行，不要丢了朝廷的脸面。娘娘的话，咱家已经送到了。宋姑娘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退了，走。宋大小姐现在不嚣张啦。嬷嬷，宋明珠这几日天天跟这个贱种形影不离，不是买房就是买地产，给我们孟家丢尽了脸面。你可要替我好好管教他一下。掀开头吗？看看这烟花柳巷的贱种，最会用这讨人。宋明珠，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你骂我的青青，打的就是你。宋县主，难道你忘了贵妃娘娘的教导了？嬷嬷，既然您这么懂规矩，那我呢有一事想请教。若是这平民女子对县主不敬，应当如何惩罚呀？怎么，
嬷嬷竟也不知？这……唉，嬷嬷连规矩都不知道，那便教不了我了，请回吧。初犯者掌嘴50。那便有劳嬷嬷了。得罪了。秦学姐，哥，既然要教他规矩，就不能让他抓住漏洞。你忍忍吧。嬷嬷，这50下可一下都不能少，才能去我将军府做客。这在场的各位呢，皆是我的见证。若是少了一下，你便去贵妃娘娘那儿自己领罚喽。宋明珠，你给我等着！青青，你尝尝这个好不好吃？还不错。那你多吃点。殿下居然喜欢被女子哄着？是这个。宋县主，50个巴掌打完了。不错不错，嬷嬷，你这么厉害，那孟灵秀必定10天半个月之内都下不了床，都不能见人。真是太令人惋惜了。宋县主，世家贵女，不得与下人同席用膳。青青，快点吃，不然一会儿都冷了。你还不起开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掌嘴！反了，反了！你们想造反怎么着？住手！我的忍嬷嬷也想指手画脚。住手！我的忍嬷嬷也想指手画脚。我是代表贵妃娘娘整治家宅。贵妃娘娘把手伸到大臣的后院里，这是想要干政？你一个风月场合的男宠，你懂什么？我觉得青青说的对，这在外面呢，我给你3分薄面，那是尊重皇室。如今到了我将军府，你还想做我的主？要不要现在同我一道进宫，问问皇上答不答应？来人，在，把嬷嬷带回房间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出来一步。嬷嬷，请吧。退后，走。放开！走！我要告状，小心你的头落地！你这几日把京城搞得满城风雨，不怕宫里真的怪罪啊？怎么，青青，你是在担心我？你放心，我成不成亲，皇上才不在乎呢。只要我不威胁朝局，就算我再荒唐，他也会为了善待功臣之后的名声，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你倒是拎得清，难怪敢如此行事。你放心，我既说了要护住你，就肯定会护住你的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一点旧伤。你这旧伤都多久了？我去给你找大夫。你走。我不走。不过你这旧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当真都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？抬手，沉肩。中了！中了！是中了！太医伯伯，他怎么样了？好在没有伤到要害，只是剑被人涂了毒。只要殿下心绪激动，伤口就会崩裂。啊，那咋办？只能熬过去。
等着毒性散尽。那要等多久啊？顺利的话，大约要7、8年。我要跟爹娘去北城驻军，以后不能陪你解毒。这是我爹军中特制止痛药丸，若是旧伤又犯了，记得得吃了。若是吃完了呢？那我不是还会回来吗？我再给你做新的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原来这就是心血机灵。哦，你上次的药要不要吃一口？就剩下一口了。我的解药已经在我身。抬头望灼灼目光如暖阳，一颗就够了。公子，你该喝药了。啊！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怕吃药呢？我喂你。宋大小姐，我再这么被你喂下去，我没有被病死，就要被你烫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谢谢你的关心。殿下，吃完这副药，您身上的毒素就彻底拔除了。咱们是不是该回宫了？这京城上下可都等着您露面呢。您没及时回宫，贵妃那一派已经蠢蠢欲动了。3日后的春猎改成家宴，以我的名义去给京中望族送去帖子，让他们去孟家。孟家，他们也陪殿下去为他们增光。增光？殿下是想在孟家当着众人的面帮宋姑娘解除婚约？照我说的去做。对了，再准备一本礼记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这怎么走反了呢？不记得便不记得吧，回来就好。小姐，不好了！三堂说去庄下祠堂抢老爷和夫人的牌位了。住手！三堂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只是要送宋将军和宋夫人的牌位回祖宅。三叔，你莫不是老糊涂了？我爹早就从宋家分支开来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分家之后，两家互不相干。你让这些人继续在这里撒野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明珠，我们宋家那是100年的名门望族，世袭的永安侯。宋末他们2夫妇回祖宅，那是给他们体面。等到2家合一，我就把我家昌宁过继给宋末，让他有香火可祭呀。我看三叔是听闻最近我对我家青青豪掷千金，觉得眼红吧，所以上赶着过来吃绝户的吧。明珠，这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。永安侯府个个都不成器，如今已经只剩表面光鲜了，想来是打上了宋家家产的主意。这3年，他失去了父母庇护，前有狼后有虎的日子，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。
你是女人，你早晚是要嫁人的。等你嫁人，你总不能断了你爹娘的香火供奉吧？谁说我要成婚了？待我退婚之后，我会向皇上请恩旨，自立女户。到时候，我与青青再生个孩子，宋家这不就有后了吗？谁说女子出了娘家，娘家就绝后了？到时候供奉香火，40祭拜，一样都不会少。三叔父，您大可放120个心。不是什么孩子？你还打算跟这个男宠生孩子？明珠，你是疯了吗？我与青青感情甚好，有孩子那是早晚的事情。你说是不是？明珠说是，那自然就是。你怎么敢？哎呦，我们宋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那正好，我们分家了，这丢脸也丢不到三叔父头上去。您若没有什么别的事，就请走，不要再打扰我跟青青的事情。锦衣送客。是。宋明珠，你简直不知廉耻！我爹让我父亲插你一把，你等着，这个将军府早晚是我儿子的，早晚是我儿子的，早晚是我儿子的。宋将军功高盖世，其实你可以请皇上下旨，许你退婚，招赘继承家业。凭皇上对宋将军的情谊，一定是会同意的。那不就是挟恩忘报吗？这上位者的心思，他可以赏，但你不能要，否则这恩情可就一次性用完了。况且皇上现在病重，我能自己解决的事情，就不想闹到他的面前。那你也不用故意用怀孕吓退他们，不必如此自误。我没有自误，若非你不愿，我们早就名副其实了。你当真想与我名副其实？当然了，你又帅气又温柔又体贴，可是我一眼看中的男子呢。满嘴甜言蜜语，也不知道几句是真。我对你一片真心，日月可见。好，你说是，那就是。都想宽恕，相思如故，白首却无处。公子，心深问过你，不用担心，该消失的人自然会消失。我把你手心纹路，风雪不冷酷。哇，这人真的一下子就不见了。这个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认真些？太好了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啊？原本我是想着退了婚就行，谁知道现在还有永安侯和那一群纨绔等着吃绝户呢。干脆生个孩子，让他们死了这条心。只是因为这个？当然了，你放心，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我绝对不会连累到你。你干什么？哪有你这样对金主避如蛇蝎的外事？宋明珠，我要是再相信你，我就是傻子。
这男人怎么一会儿恼一会儿笑的，情绪这么不稳定？算了，自己选的外室只能自己哄着了。小姐，宫里来了帖子，请您3日后去孟家参加家宴。家宴？谁办的？是太子殿下。太子在西北2处边境历练了6年，大将军死后，兵权几乎都在太子手中。听说他也是刚回京城。太子刚回京城，便去孟家举办家宴，难不成是要提拔孟涛？这个太子，该不会也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眼瞎之人吧？皇上一直龙体欠安，今日朝会上已经宣布由太子监国，以后这京城之中都得听太子的。那参与这家宴的各方必定都心怀鬼胎。小姐，那咱们还去不去？我听说贵妃娘娘及宫中权贵都会去。去，当然要去。夫人，这个月账上又亏空了36000多两银子，怎么回事啊？将军吃了一大笔钱。娘，是我知道，太子回京了，那是天边的任务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娘，您不知道，太子这次回来点名要在我们家设宴，京中权贵都来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太子殿下就是特地来提拔我的。那是该打点打点，只是咱们府上这亏空，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别说是3万两，就是30万两也得出。要是太子殿下开心了，以后都是金山银山，咱们孟家终于要扬眉吐气了。好啊，好。不过一定要防着宋明珠这个小蹄子，不能让她坏事儿。母亲放心，姨母已经答应我了，明日家宴上，她会亲自为将军和宋明珠定下婚期，还会允我拖出罪席，入府为妾。这宋明珠再有主意，也不敢忤逆姨母的。哎呀，清雪，你放心，虽说她是妻你是妾，但你们一起进门，我绝对不会亏待。明珠，你们怎么跟出来了？怎么，我去不得？不是，你这身上的伤还没好，我怕。昨晚还说要跟我生孩子，今天便不带我出门了。原来在小姐眼里，我不过是个工具。小姐，公子好像真的生气了，不好哄。哎，你手怎么样？要不要给你涂点药？哎呀，这年头外室的脾气比我这个金主都大，我上哪儿说理去啊？那宋小姐找个听话的、可人意的。青青，你这句话我听着怎么醋味这么大？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的，我眼里就只有你一个男人。这个给你，我看你的药就剩下1颗了，于是找了大夫来配。大夫说这是军中用的止疼药，你也在军中待过？啊。今日不是我不带你，只是这是太子举办的孟家家宴，听说这位新主子又阴又冷，性情古怪。如果我带你去了，以孟家的脾性，肯定会给你使绊子，我怕到时候护不住你。你乖乖在家等我回来。小姐，你可真会哄人，手拿把掐。提拔了，宋大将军之女宋县主到。
你这身衣服可真宋明珠，怎么？可以把你的男宠带来，是怕太子殿下看出来你是个不检点的人吗？你有婚约在身，都把别人搞大肚子了，到底谁不检点？贵妃娘娘送你的女戒，你都学到苦肚子里去了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莫不是你叼走吃肚子里了？你敢骂我是狗？江雪，一会儿太子殿下就要到了，别忘了今日的正事。对，你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一会儿太子殿下和贵妃娘娘来了，知道你豢养男宠，你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我们呢，半斤八两，谁都别说谁行吧？怎么能一样呢？我们清雪可是大家闺秀，又是贵妃娘娘的内侄女，你那个男宠，拿什么和他比？都是外室，谁比谁高贵啊？再说了，我家青青可不是罪臣之后。太子久在沙场，又最欣赏武将，这次来孟家就是来提携我的。一会儿我就用军功求太子殿下和贵妃娘，替他赎去罪己，做我的良妻。而你，就乖乖做我的正妻，你休想再欺负他。小姐，孟涛太过分了。要是太子真和他是一伙的，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你嫁来孟家，岂不是会受尽委屈？太子殿下听说今日要来，你以后是不是要当太子妃啊？真的吗？太子殿下12岁那年遇刺，不久就去了边关，咱们也是多年未见了。听说太子回京后，请了几位重臣，都是西北军中精干。这孟将军以后可是大有前途啊！谢兄过誉了，我也只在军中历练了几年，还未曾有幸见过太子殿下的风采。哎，孟兄不必谦虚，你有军功在身，姻缘也是美满至极。想必您身边这位应该就是宋家大小姐吧？不太好。宋明珠还没过门就养了个男宠，怎么能比得上清雪呢？女子怎么可以养男宠？如此不守妇道，怎么配得上孟将军？她可是贵妃娘娘的内侄女，一会儿太子来了，我就求个恩典，许我纳她为良妾，与宋氏一起进门。怎么，孟将军这大白日的都开始做梦了？想娶我，你配吗？宋明珠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我不配，你养的那个小白脸就配吗？他拉得开弓吗？就是，女子要嫁还是要嫁纯爷们儿，养男宠闻所未闻呐。孟将军，快露一手，让宋小姐看看什么才叫男子气概。好，那我就露一手。我们也去看看，走。哇，厉害厉害！是。百步穿杨说不上，不过比起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家伙，还是强多了吧。射中了，百步穿杨啊！小姐好厉害，厉害啊！这也不难嘛，我一个女子都能做到，你又算什么男人？贵妃娘娘到！姨母，你总算来了。参见贵妃娘娘。都起来吧。谢贵妃娘娘。清雪，你这腹中的孩子也快要足月了吧？是啊，还有2个月就要出生了。只是投胎在我腹中无名无分的，怕是委屈了这孩子呢。娘娘，清雪自小与臣便是青梅竹马，臣对她也是一片真心。如今清雪怀了臣的骨肉，臣恳请娘娘为清雪脱去罪己，许我纳清雪为良妻。大燕律例，纳妾须得主母同意。你既与宋姑娘有婚姻，此事还需宋姑娘答应。
大庭广众之下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退去。回贵妃娘娘，臣女愿意。这只要孟将军答应退婚，他便可以八抬大轿迎娶柳青雪入门。非但如此，臣女还愿意为他们备上一份大礼，恭贺他们新婚。不行，即使太子对我青言有加，但还需要财力在朝中走动，不能没了宋家这个摇钱树。宋明珠，你们的婚事是宋大将军临终时定下的，岂可随意更改？青雪不过是以一个妾室的身份进门，你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姐姐，你就成全我和将军吧，我是真心想加入这个家的，绝不会破坏你和将军的婚约。你也不想我这孩子刚一出生就没有父亲，对不对？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都快生了，毕竟也是将军的孩子。男子三妻四妾也是常事，何况这柳青雪跟宋明珠曾经还是闺中密友，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孟将军也是这般想的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也该大度些。你说的对，这好好的平妻不当，非上赶着来做妾。既然你非要自己下贱，也不是不行呀。只要孟将军不介意买大送小，买一送一，我便可以加入将军府。什么买大送小？我呢，与青青恩爱了数日，想必这腹中已经有了青青的孩子。太不像话了，这也太不守妇道了吧！哎，对了，青青要同我一道入府。这刚刚孟将军也说了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们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孩子一生下来便没有父亲吧？孟将军，我们是来加入这个家的，绝对不会破坏你与柳姑娘的感情，你得大度点儿。宋明珠，你胡说什么？这不都是将军与柳姑娘的原话吗？怎么到我这儿成胡说了？孟将军，你可消消气，你这万一气死了，柳姑娘不就成了望门寡？这到时候啊，又得哭哭啼啼的去找下一棵大树。胡闹！宋明珠，你哪有一点世家贵女的模样？来人，把她给我按住！本宫今日就教教你，什么叫尊卑有别。你如此的不知廉耻，简直是丢尽了朝廷的脸面。本宫今日就替宋将军管教你，先给本宫掌嘴100，让宋姑娘好好学学，什么叫祸从口出。来人，掌嘴！是。姐姐，你何必这么倔？快跟娘娘道歉。宋明珠，你若认了这门婚事，我还能向娘娘替你求情；那若不然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贵妃娘娘，臣女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，就算是罚，那也得是皇上亲自罚。狂妄！先皇后早逝，本宫代行中宫职责，区区一个县主，还不至于打不得。给本宫打！住手！刘文，太子殿下到。风波深处，谁在等谁归？红尘中，孤道士从来不知贵妃娘娘如此杀伐果断。宋县主，起来吧。太子殿下，这声音怎么这么像他？太子殿下，臣女冒犯了。太子殿下怎么戴着面具？听说
太子殿下初上战场时，因为面容过于俊秀而总被议论，所以他效仿兰陵王戴上了面具。后来回京途中遇上了北凉刺客，刺伤了脸庞。这几个月一直在休养，所以一直戴着面具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子殿下。太子，这宋家姑娘行为过于荒诞，本宫也只是稍加教训。有多荒诞？殿下，您有所不知，臣与宋明珠已有婚约，但因为她为父母守孝，臣已经等了她3年。可她现如今不愿与臣完婚，还在外面豢养了一个男宠来羞辱微臣。等我3年？哼！我前脚刚回乡，你后脚就把柳清雪给赎了回来，别说3年，怕是3天都等不及吧？殿下，您别听宋明珠胡言乱语。臣与清雪从小就相识，她落难有求于我，我念着从前的情分，照顾一二罢了。所以就照顾到了床榻上，还未成婚，便把数字弄出来了。这孩子是清雪想着陈氏战将，怕我将来有个万一，想留个骨肉。殿下久战沙场，定是能明白其中那个道理，也能理解臣的苦衷。理解？那姑就成全了你们吧。臣谢殿下恩典。既然你对柳氏情深意重，做妾又怎能显示出你的深情？姑就破例给你们赐婚。赐婚？您的意思是让清雪和宋明珠同为平妻？姑为你们赐婚，那当然是正妻。可是臣与宋明珠已有婚约。宋县主，你对孟涛可有男女之情？没有。那你可愿嫁给他？不愿。好，那就不嫁。啊？姑说你不愿意嫁，那就不嫁。太子，男子3妻4妾乃是常有之事，何况孟将军战功赫赫，一表人才，那几个妾室而已，也无伤大雅，没必要闹到退婚吧。若论战功，宋将军战功卓迹，无人能及。难道他的遗孤就能被这般折辱？倘若如此，那满朝武将还有谁会舍生忘死为国征战？太子殿下说的对，我们这些受过宋将军保护的小辈都还在。宋姑娘，你放心，你不愿意嫁，没人能逼你。若我们不保下宋姑娘，日后谁替我们出头？对，宋县主，姑今日就替你做主，许你解除婚约，自立女护，随意挑选郎君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你。他怎么知道我想自立女护？这个太子殿下竟帮我拉偏架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啊，臣女谢太子殿下恩典。太好了。姑还听说前几日贵妃娘娘赏了宋县主一本女诫。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本宫也只是为了提醒宋姑娘谨守规矩。正好，姑这也有一本。宋县主，你去替姑赏给孟家，也让孟家的人好好学一学什么叫做礼仪廉耻。宋县主，你去替姑赏给孟家，也让孟家的人好好学一学什么叫做礼仪廉耻。是。孟将军，你还没谢恩呢。宋明珠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孟将军，你不想谢恩呢？太子殿下，孟将军对您不敬。孟涛背信弃义，从即日起，官降2级，发配军营，修身养性。是。凭什么？殿下，你如此偏帮宋家，民女不服，他豢养男宠，伤风败俗，应当剥去他县主的位置。是。
还有他那男宠，肯定是个见不得光的下贱之人。殿下，听刀赶紧把他抓回来，处以极刑。听刀赶紧把他抓回来，处以极刑。殿下，此事与青青无关，他都是受我逼迫。他竟然如此维护我。宋县主这是当真要维护那个男子了？对，殿下，若有罪责，臣女愿一人承担。殿下心里恐怕都乐开花了，哪还舍得罚？殿下，行了，你不必说了，孤方才已经告诉你了，许你婚配自由。既然你与那男子两情相悦，那你们便自行婚配吧。但更要好好待着，切莫三心二意，始乱终弃。臣女知道了。太子有意偏袒，不能再出他的逆鳞。现在虽说没了宋家铺天的富贵，但我也至少是正妻，孩子也将是嫡子，也是因祸得福了。这太子也太能脑补了。这个香味，难道……果然不在。小姐，你也不必这么想他吧，一回家就直奔这儿。想他，希望我没有想多。这个味道和太子身上的一样。小姐既然这么爱闻味道，不如直接闻我身上的。你在家？不在家还能在哪儿？像我这样的身份，只能在家里熬熬汤药。可他与那太子身上的味道为何会一模一样？我这要是军中所知，不知宋小姐此次回宫，又看上了哪位武将了？有我好看吗？他如此柔弱，又怎会是那位杀伐果断、地位尊贵的太子？果然是我想多了。我这越南无数，但从没见过有比青青更绝色的男子，怎会移情呢？陛下，何不说出自己的身份？我若暴露身份，恐怕他立刻会逃之夭夭。我已经不是之前的小孩了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放他走。孟夫人，我是按照太子殿下昨日的旨意来拿回婚书的。宋明珠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了？你退了我的婚，谁还敢娶你？本姑娘有钱有地位，还有青青陪着我，我为何要成婚？明珠啊，你别这样，你和涛儿青梅竹马，这都是误会，何必要退婚？这太子殿下可真是小家子气，这一大家子的魑魅魍魉，就一本礼记，哪里够分啊？说的不错，定是那太子考虑不周。青青，宋明珠，什么青青？他就是个男妓。你没事吧？你怎能如此嚣张霸道？再不退婚，我还能更嚣张。哎，不，明珠，你别冲动，退婚不是小事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这可是太子殿下的谕旨，怎么你们要抗旨不遵？孟将军，你已经官降2级，再敢抗旨，你这官位还想要吗？娘，把婚书给他。可是给他！难不成真想让我抗旨犯上吗？
如此一来，我们之间便两清了。恭喜孟大人求人得人，抱得美人归。哦，对了，青青，我呢这记性不太好，你到时候记得提醒我，给他们包一个大红封。包几两银子？这99两吧，毕竟这渣男渣女长长久久才相配，不要出来祸害别人了。青青，我们走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娶个罪籍女子进门，看你以后怎么抬得起头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！娶个罪籍女子进门，看你以后怎么抬得起头！香姐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……行了，别说了。娶了她进门，大哥你的仕途就完了，连我都要跟着倒霉。那些世家闺女要在背后笑死我了。大哥，我不要她当我的嫂子，要不你再去跟太子说说吧。你不是说太子征战多年，对武将最爱惜吗？够了！你以为太子是你想见就能见吗？哥，太子那天让宋明珠当着所有人的面伤我李姬，摆明了就是要搞孟家。我再违背婚约，我连这4品的官位我都保不住。那怎么办呀？将军，既然太子这条路行不通，不如支持我姨母所出的3皇子。若事成，今天什么日子？小姐，这不是老爷和夫人为您将来大喜的日子准备的女儿红吗？你怎么把她挖出来了？对啊，今天就是大喜的日子呀。大喜的日子？殿下，孙姑娘不会今日就想与你定亲吧？殿下，孙姑娘不会今日就想与你定亲吧？胡闹！定亲怎能如此草率？殿下，您嘴角都压不住了，莫不是有点口是心非了？你再话多你就回宫去啊！萧旭呢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时光悄悄流逝，青青，带走年华，却让爱变更深。如此良夜，你怎么才回？你不是想吃成都那家荷花酥吗？我随口说的，你就买啦？走，就等你们开席了。等等，我这一身风尘仆仆的，与理不合，哪怕你在说什么？有什么合不合的？我至少应该换一身衣服吧？这么讲究的？行，你快去快回，今晚你可是主角。走，咱们先去把酒开了。真要开啊？当然了，今日不仅退了婚，还承制了孟家，这可是我们将军府的大喜事。喝，小姐说喝咱们就喝，为了庆祝小姐退婚后重获新生。走。怎么，不好看吗？当然不是，很好看。只是你也没有必要穿得这么招摇吧？招摇？毕竟是我们的大喜之日，自然要穿得喜气一些。你说的对。这退婚的大喜之事，我们必须热热闹闹、红红火火的给办。小姐说的对。啊？
这一次还得多亏了你，我才能顺利退婚。来，当父一大白。你说的大喜之日，指的是退婚之事啊？对啊。完了完了，胡说什么定心不定心，这下殿下非杀了我不可。我也觉得是。我去，这么猛！我也赔一个。我不胜酒力，就不打扰小姐的雅兴了。哎，青青，青青，站住！你不许走！我还这么多酒没喝呢。你喝醉了。我娘说了，女儿红，喝了不在人。你是不是想逃酒？不能再喝了，我带你去醒酒。我就要喝。风波深处，诉不尽的情绪。喝口茶，先醒醒酒。这个就是婚书，就是他折磨了我好久，讨厌的东西，把它烧掉。讨厌的东西，讨厌！好了好了，已经烧完了啊。青青，你长得真好看。今天心情这么好啊？那天太子殿下让我亲自赏了孟汤一本礼记，还免了他的官，狠狠地惩罚了孟家。解气了？就是不知道太子殿下为什么这么帮我。可能是看了你的美貌，对你起了贼心吧。不是的，肯定是因为他之前在军中跟我爹有交集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分还能蹭多久。你想蹭多久，就能蹭多久。那我希望太子殿下100岁，不，1000岁。何须1000岁？遇见你的每只需与你共白头。如清风明月在似曾。你喝醉了。不许动，好亲。心中只有你，曾经的匆忙，如今的坚定。这一刻，我只想为你守护永远。月下誓言，星辰为证，心中你已经取消婚约，也自立女护了，不用再勉强让我陪你演戏了。不是勉强，是情到浓时。
情到浓时。你这衣服怎么这么难瞧？宋明珠，你不后悔？我宋明珠做过的决定，从来都不后悔。昼夜像化作种种变。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。谁说这女儿红不醉人的？这是什么呀？你送给我的？不会是什么传家宝之类的东西吧？不是，我自己做的。那就好。昨晚是我酒后乱性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酒后乱性？你昨天晚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的是情到浓时，你忘记了？这做都做了，我就不用你帮我回忆了。刚好我有东西要送给你，你等我。这是京郊的2处庄子，各有良田100亩。这是京城的宅子，这是京城的2个商铺，这些都给你。哦，对，还有我们一起待过的温泉庄子，也都一并送你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喜欢那儿吗？待会儿刚好让玲珑一起送你过去。你要赶我走？我现在已经退婚了嘛，就不用你在府中陪我演戏了。你在庄子上也自在一些。那你呢？我自然是留在这府中。所以从始至终，你只把我当成你摆脱这桩婚姻的工具。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好歹有过一段时间的情分，是不是好聚好散嘛？所以你昨晚说的情，是露水情缘的情。宋明珠，我不同意，我也不要这些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与你永结同心，我要带你祭先祖，要你年年岁岁枕边只我一人。你要的这些东西我给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我不可能与你成婚的。那你要与谁成婚？我与谁？反正不可能是你。我若要成婚，那便是跟天下最尊贵的男子成婚，怎可能跟你一个外室在一起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还不快点过来帮忙！玲珑，你把他送到温泉庄子上去，再派2个靠得住的府兵，说是孟家那边来闹事，
你别跟我说。还有这个，等他醒来，你也一并交由给他。啊什么？让你去你就快去。小姐，他不是你的外室吗？你这是要始乱终弃。什么始乱终弃？你在乱说什么？那你这是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好吧，来人，在。小姐，去年府里进项总计38万两6000多银子。小姐，您对公子明明有情，他对您也是真心的，干嘛把他赶走啊？真心才难办。我本就不想成亲，早些断了他的希望也好。真心才难办，我本就不想成亲。早些断了他的希望也好。可是小姐，你要是不成亲，那隔壁的永安侯府还不得天天觊觎咱们的家业啊？他长得丑，想得美。放心，太子殿下如今已恩准我自立女护。可是，小姐您不成亲不招赘，咱们府里还是没人继承。谁说的？那？他们就是侯府的继承人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多的。啊？他们是父亲麾下将士们的孩子，他们的父亲战死沙场之后，或是寄人篱下，或是跟着他们的母亲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太子殿下说的对，若战士们战死沙场，他们的遗孀却被人们折辱遗忘，这才是最令人心寒的。父亲给了我银币，我也想给他们银币。日后就由将军府教你们读书习武，将军府就是你们的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明珠一夜。走，玩去吧。可是小姐，你想收养这些遗孤，会不会太招摇啊？倘若我成婚，有了孩子，做这些皇上肯定会以为我是在为我的丈夫招拢人心。但如今我并没有成婚的打算，一介孤女，做的再多也成不了气候，皇上自然乐见其成。明珠啊，听说你退了孟家的婚。哼，那彩礼要回来了。这是我将军府的事情，与三叔有关系吗？怎么无关？那可是好多钱，那里边还有我爹的天庄呢。你既然不同意两家合一，又没嫁人，那天庄可不能给你。说的没错，玲珑，去把嫁妆单子拿过来。小姐，找到了，您自己看看。永安侯府宋家天庄金丝软锦6匹，蚕丝锦被2床，就这些。爹，怎么才这么点啊？虽然不多，但是这是当年宫里赐出来的，价值不菲。玲珑，去库房把这些东西找出来，是，还给他们。喏，都在这儿了。明珠啊，这样啊，我们家韩月呢，马上要进宫选秀了，你看表示一二。感情你们这是来我将军府打秋风来了。不过这又不是我的女儿，我表示什么？这次赏花选秀呢，是给皇子们选妃。
我们家韩月要是成了太子妃，你不也沾光吗？太子妃，三叔，你可真是够敢想的。这永安侯府现在有3品以上能上常的官员吗？那又怎样？选秀是看女子本身。对，我们韩月才貌双全，是京城出了名的才女，就算选不上太子妃，至少也能做个侧妃。好好好，三叔母与妹妹睡觉的时候，可得把枕头垫得高一些，这说不定就能做上这样的美梦呢。宋明珠，你别太得意，至少我能参加赏花会，你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。宋县主，太子特令在下送来赏花会的帖子了。什么？他都养外室了，凭什么参加选秀？大人，这是不是弄错了呀？这是太子殿下点名送到宋府的帖子。给我的？宋府？我们也是宋府，就在对面街上。大人，是不是送到永安侯宋家的？正是如此，韩月你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太子才会派人送来帖子。并非如此，这是送给宋明珠宋姑娘的帖子。大人，宋明珠她悔婚退婚，还不守妇道养男宠，简直声名狼藉。这种人怎么能去赏花会？对，我觉得宋寒月说的非常对，我根本就不适合参加。属下只是来传太子殿下口谕。是我有外室啊，太子殿下是知道的。那日他还当众允许我自由婚配，怎么今日倒还让我去参加选秀了？外室，你也没珍惜呢。你只管是头一个敢把太子始乱终弃的人。那这个外室人呢？他在温泉庄子上休养呢。既然已经打发了，说明宋姑娘已经改过了。这帖子就是给您的。不是，我真的有外室。殿下说了，请宋姑娘务必参加赏花会。大人，这事儿咱还能再通融通融吗？殿下都快气疯了。总之，请宋姑娘好好做准备。太子殿下非常期待与您相见。期待与我见面，这是何意？不懂。宋明珠，你别以为太子给你帖子就是对你有意，不过是看在你爹战死的份上，给你一点脸面罢了。我觉得这宋寒月说的有道理，太子殿下让我去选秀，一定就是为了抚恤我的父亲。哦，不过这抚恤归抚恤，干嘛非得让我去选秀呢？对啊，左右这太子殿下知道我有外室，就算我去了，也不一定选我，没问题的。可这太子殿下选妃又不一定非要看人，万一他想彰显自己对烈士遗孤的关注，把我纳进宫做个妃子或者什么良娣，那我不就完了？哎呀，小姐，这帖子都快被你盘包浆了，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嘛？不行。啊，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孙小姐，我们公子他不见客。我现在有10万火急的事情，他不见也得见。哎，你们，公子他真的不能见客。公子，你看这。青青，青青，青青。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闯进我的房间？完了，这是真生气了，都装不认识我了。青青，是我呀，我是宋明珠。宋明珠？宋明珠已经与我恩断义绝。
青青，你别生气了嘛。我这后来又想了一想，既然你我情深意重，那我们之前的关系也挺好的。只要你不提成亲，我们就还是跟以前一样嘛。当真情深意重，千真万确。过几日宫里要给皇子们选妃，宋小姐到我这儿来，不会是为了躲避选秀吧？躲避选秀是真的，对你的喜欢也是真的呀。如何证明？这怎么证明嘛？当然要证明了。你骗了我一次又一次，如果这一次又是哄我的怎么办？如果宋小姐没有办法证明的话，那就请回吧。那青青，由我亲自伺候你沐浴，这样算不算证明啊？可那天也无悔，心中还有执念，任我在孤舟一时彻夜也难眠。宋明珠，不要离开我。一时自去经年，何处寄心事难追。窗外的一阵一阵风，刮去我心里的痛，逃避。好累，我不要了。我生性敏感又多疑，患得又患失，小姐要多证明几次。得寸进尺。你是属小猫的，洗了还咬人。罢了，今日就饶了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明日我们府中关门，谁都不让进。为何？还不是那个太子给我递了赏花会的帖子，我才不去。你不是说你要嫁这世上最金贵的人吗？那太子就是未来的皇上，为何不嫁？你明知道我说的是气话吗？我谁都不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反正明日谁来都不许开门，知不知道？好。殿下，近几日宋姑娘收养了几个战场遗孤，她执意不肯成亲，想必也是因为这件事。知道了。真不知该夸她通透，还是该说她傻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快醒醒！怎么回事？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知道，我醒过来咱们就在这儿了。小姐，信上写了什么？他说他一介外士，不耽误我家太子。小气，他这就是在记仇。大将军府宋县主到。那咱们怎么办？骑虎难下，进去吧。这肚子这么大呀！我们家奈维可知道心疼我，真羡慕你了。宋明珠，你还敢来赏花会啊？怎么，你确定要在这里跟我吵架扯头花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倒是无所谓，毕竟呢，我也不想进宫。但是你嘛，殿下，
太子还没到，我们是不是再等一等？萧旭不过是个贱婢生，小时候给我们提鞋都不配，现在凭什么处处压着我？可太子手握重兵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聪明一点的躲在后面，像他一样。今天我就先不跟你一般见识，等我成了皇子妃，再跟你算账。母妃让我选的侧妃是哪一个呀？是那个孟涛将军的妹妹孟文秀，倒也算长得清秀。我可不想进宫，没空跟他们争奇斗艳，吃个宫廷特供点心，走完流程就回家。那位是哪家姑娘呀？画册上没有她吗？是苏沫将军的女儿，太子殿下特意补了请帖请来的。不过，哦，没想到哦，原来太子喜欢这种离经叛道的女子。哼！拜见三皇子。拜见三皇子。起来吧。谢谢三皇子。三殿下，我和清雪姐一直在这儿等你呢。原来是孟夫人和孟家妹妹，不必多礼。你就是宋末将军家的千金宋明珠啊，臣女宋明珠参见三皇子殿下。奇怪，三皇子和宋家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过，忽然来跟我套什么近乎？原来宋姑娘也喜欢吃宫里的绿豆糕啊，这脸上沾上了对不对？宋姑娘何必避我如蛇蝎呀？怎么，你这脸连男宠都摸到，我倒是摸不到。住手！参见太子殿下。三弟在做什么？皇兄姗姗来迟，臣弟只不过是好心，先替皇兄照顾客人罢了。姑的客人，还轮不到你来照顾。皇兄教训的是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感觉太子比我还讨厌这三皇子？都起来吧。没事吧？宫里的绿豆糕好吃吗？好吃你就多吃，别饿着。我跟他有这么熟吗？他名声这么差，为什么偏对他另眼相看？不过是看在我大伯的份上，给他一点体面吧。皇上驾到，贵妃娘娘到。参见皇上，参见贵妃娘娘。不必多礼。皇上，既然今日是为两位皇子选妃，倒不必如选秀般一板一眼，不如让两位皇子各自出题，考究一番，中意谁就把这些东西赠与谁。不错，太子，你先出题吧。太好了，不管比什么，一会儿我直接认输就行。今日御花园的牡丹开得极好，那就以牡丹为题。各位小姐做首诗吧。不许弃赛。这位太子殿下怎么对我的心思了如指掌？怎么看我一眼便知道我要弃赛？啊，算了，不许就不许，做事而已，做好不容易，做坏可太简单了。臣女愿一试。好，永安侯家姑娘的才识，朕也有耳闻。国色天香映朝霞，朱颜灼灼冠芳华。不争桃李春风早，独占人间第一花。好。
国色享天姿，倾城开一枝，不明何处贵，四处种春光。宋姑娘，就差你了。哼！殿下，小女子才疏学浅，只怕……孤方才就说了，不许弃散。那小女子便献丑了。牡丹花开，大竹盆，一朵一朵摄心魂。任他百花来相叫，一笔全都碾作尘。没想到这还是个草包。皇上，臣女的父亲只会带兵打仗，着实没有教过臣女这些。臣女知道，如此这般，便是配不上各位皇子。谁说不配？孤觉得方才宋姑娘这首诗做得极好。什么？特别是最后一句，任他百花来相叫，一笔全都碾作尘，让孤想起了横刀立马，荡平战场的快意。他这阅读理解是谁教出来的？怎么读出来的？宋姑娘，孤的金簪就给你了。殿下，臣女才疏学浅，着实配不上殿下的称赞。怎么回事？他不会真想抚恤宋家，把我们弄回去当个侧妃良娣之类的吧？没想到萧旭还当真对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动了心。那这些名门贵女，还有他们身后的势力，不就任由我挑拣了？宋姑娘，这可是我皇兄的一片心意，岂能拒绝？把手伸出来。宋明珠乱作一手，都能得到太子殿下赏赐和偏袒，难道太子殿下早就中意他？不可能吧？难道太子早就想立他为正妃？这次赏花宴只是走个过场。若是有太子给他撑腰，宋家主脉怕是再也别想拿到将军府一分钱。孟姑娘，倘若他真成了太子妃，你们孟家怕是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。他休想！皇上，贵妃娘娘，臣女要告发宋明珠，她豢养男宠，早就已经失了贞洁，还来参加赏花宴会，这是欺君之罪。什么？豢养男宠？有这种事儿？皇上，其实这件事臣妾也有所耳闻。为了皇室的脸面，原本今日也是没有宋姑娘的名帖，只不过太子一意孤行，非要请宋姑娘来，妾身也是左右为难嘛。父皇，需养男宠，是因为孟涛薄情寡性，宋姑娘为退婚而自污名声罢了。当真？儿臣已经查过，宋姑娘的府邸没有任何外室。话虽如此，选妃之事还需谨慎。这第3步便是由嬷嬷来验身，冰清玉洁、适宜生养之人才可入选。各位小姐，请随我来。嬷嬷，太子殿下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自然是帮你来作弊的了。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参与选拔，还不让我输？这很难猜吗？臣女愚钝。那当然是新月宋姑娘，想让你入宫啊。新月，我啊，请太子殿下恕罪，
臣女不愿入宫。为何？你也知道，臣女有一外室，他对臣女情根深重，臣女对他也情深似海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你看，这便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那你有多喜欢他？你是喜欢他抱你，还是喜欢他亲你？这是什么？我生性敏感多疑，患得有患失，小姐要多证明几次。一只爱骗人的小猫，要的。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迷。青青，到现在才认出我，还说对我情有独钟。数着年月，只为花开那一面。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，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。三千繁华间。等一下，你真的是太子？如假包换。不可能，太子怎么可能会是七凤楼的一个小官呢？我许久未回京城，只见那个地方富丽堂皇，还以为是酒楼或者是客栈，发现是风月场所，刚准备走，就被你给拦下劫走了。我的天哪，我这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啊！无妨，能被宋小姐看上，是姑的荣幸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太子会知道贵妃送我女戒的事情。你一直都知道我的身份，并且你都在骗我。那你呢？一边口口声声叫着萧旭，一边在春宵一刻把我始乱终弃了。要说这骗子的称号，我可不敢跟你抢。宋明珠，不能骗我，你现在是想嫁给萧旭，还是想嫁给太子啊？你这不是耍无赖吗？这萧旭还是太子，不都是你吗？您说不选，那我就替你选了。要不选门外那个玉如意做我的太子妃，好不好？我究竟是做了什么孽？我说过我不想成婚。怎么了？不喜欢你的青青了？我还是很喜欢你的，只不过我确实没有成婚的打算。那就从现在开始想。你说话就说话，这是干什么？照顾小姐啊，好让小姐想得周全。萧旭，叫青青。萧旭，我有还不行吗？明珠，我和梦桃不一样。我和他们都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心悦你许久，也等了你许久许久。那你等了多久？打他！就别他！这是我爹军中特制止痛药丸，若是旧伤又犯了，你记得得吃了。
若是没有那处旧伤，我甚至开始怀疑，那时的你是真实出现过，还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旧事。明珠，明珠，不管你是想收养遗孤，还是想做任何事，有了太子妃这个名号，会更加没有阻碍。所以，做我的太子妃，百利而无一害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？殿下，进来吧。殿下，其他宫女都已查体完毕。该怎么说，都知道吧？是。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我可没有说一定要答应你，你不许强买强卖。好，都依你。回皇上，贵妃娘娘，各位小姐查体完毕。那宋明珠呢？奴婢再三确认，宋姑娘冰清玉洁，足底沉稳，适宜生养的福相。还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看来萧旭离京这么多年，对宫里的掌握是一点都没有落下。这不可能，他分明就饲养男宠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张嘴！是。放肆！岂有你在这里插嘴的道理？我乃是太后的陪嫁嬷嬷，怎会在这件事上徇私舞弊？殿下，你三番五次颠倒黑白，污人清白，这次估计小惩大戒，再有下一次，就不只是张嘴了。既然都查清了，这玉如意，你们就各自挑选心仪之人。父皇，儿臣思考再三，觉得仅凭一枚玉如意便定下终生相伴之人，有些过于怠慢。太子所说也有理，今日诸位就先行回府，由朕和2位皇子协商，拟定册封圣旨，再由礼部专程上门宣旨，朕也乏了。今日就先散了吧。恭送陛下。方才太子向妹妹走来，莫不是想将如意送给妹妹吧？好事多磨，回府等册封圣旨也是一样的。八字还没一撇，得意什么？我看三皇子对妹妹亲言有加，咱们这趟赏花会也不算是白来。那是。嫁给三皇子也算光宗耀祖，不像某些人，自以为得到太子的青睐，实际空手而归。你刚刚打算把玉如意给我是不是？故意的，骗子！我不是已经收回了吗？夫人的话，姑句句都在听。我知道你喜欢自由，不喜欢拘束。倘若将来有一天，我让你受到一丝委屈了，你随时都可以走。真的？君子一言。宋小姐可不是扭捏之人，此刻你是不是该与我击掌了？
姑说你不愿意嫁，那就不嫁。人和人总归是不一样的。萧旭说的对，他和孟涛不一样。好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等我提亲。还有个惊喜要给你。什么惊喜？等回去你就知道了。皇上怎么忽然给老爷赐了忠勇的牌匾，还追封忠勇侯啊？太子回京后，皇上就已经不临朝听政了。这忠勇侯，想必是萧旭给的惊喜了。既是他们给的，就受着呗。况且，我爹他担得起这个称号。对，以后咱们也是侯府了。还有皇上赐的牌匾，你想收养那些孩子，三堂叔他们以后也不敢再多嘴了。今日大喜，明日侯府大宴。对了，小姐，明日对门的永安侯府也要大宴宾客呢。是吗？他们为何大宴？说是宋寒月得了赏赐，未来太子妃板上钉钉。总之，请了好些人呢。他们宴他们的，咱们宴咱们的。可是小姐，咱们的族亲和宫中权贵，听说宋寒月是未来太子妃，都要往他们府里去呢。里边请。今天这礼要行得周到啊！哎呦，原来今日你们也宴客呀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宋明珠，之前让你回主脉是你自己不肯，以后要是寒月当了太子妃，你可别后悔。哼！哎，你笑什么呀？吹这么大的牛，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？别以为得了忠勇的封号就能怎么样，一个姑娘，有再大的家业也守不住。什么忠勇，什么忠勇啊？都是些老黄历了，你也不看看，还有谁在意啊？朝朝功勋，自成春秋，无需旁人在意。对，说的没错。没有客人，我们将军府便自己开业。这忠勇二字，每个上过战场的将士们都有份儿。对，谁说没有客人了？参见太子殿下。宋姑娘，难道是想把姑拒之门外吗？都起来吧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宋将军是姑的恩师，忠勇堂落成，姑自然是要来祭拜的。一点薄礼，宋姑娘不要嫌弃。这太子怎么这么看重宋明珠啊？不知道。怎么还不请姑进去？好的，请。太子跟宋姑娘什么意思呀？你是专程过来给我撑腰的？不全是，宋将军确实是我的恩师，于情于理都要来拜的。这怎么回事？宋寒月不是未来的太子妃吗？难道我们弄错了？对啊，太子妃其实是那位宋姑娘。那我们还去吗？赶紧去忠勇侯府。对，走。别走啊！快走，下来。你们。我爹是你的恩师，那他是教过你骑射还是兵法？兵法，我的骑射是另一个人教的，你记得吗？我怎么会记得？哦，莫非我认识？怎么了嘛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到宋将军一生忠义，我却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我不委屈，真正委屈的人在那一面呢。那宋寒月还做着当太子妃的梦呢，现在这个如意算盘打不成喽。无妨，萧嵩打算娶她当侧妃。啊，内定侧妃不是孟灵秀吗？他向父皇请了旨，要同时娶2个侧妃。他倒是挺会替自己盘算的，一个是老派功勋，一个是新贵武将。怎么，他这样拉拢人心，是想与你斗一斗？是啊，
只有姑氏的力量，以后还请县主多多关照了。人都去他家了，太子去了宋明珠那里，现在客人都走光了，我还有什么脸做太子妃？太子惜败宋墨，不过是不贵尊师重道的贤明罢了。只要还有你当上太子妃，今日之仇，咱们就还能讨回来。对，等我做了太子妃，我要把宋明珠踩在脚下，把今日受到的屈辱10倍100倍讨回来。镜筒里说，再过1炷香时间，册封太子妃的圣旨就到了。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高兴？我当然高兴了，小姐真是太厉害了。随随便便在清风楼找的外室，竟然是当朝太子，这真是1000年都修不来的缘分。小声点，这可是皇家机密。姐姐，册封太子妃的日子，你穿成这样站在这里，想干什么？我自然是在等册封圣旨了。倒是妹妹，打扮成这副模样，有点喧宾夺主了吧？姐姐的名声都臭大街了，连清白人家都嫁不进去，还想嫁进东宫做太子妃呢。宋明珠，这宣旨官马上就到了，你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滚！我倒是也很想瞧瞧，这丢人现眼的到底是谁？圣旨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配得元良，毕其邦元。将军宋墨嫡女宋明珠门袭宣冕，家传一方，可立为皇太子妃。所思备礼册命，主者施行，钦此。臣女谢主隆恩。不可能，宋明珠怎么能是太子妃？一定是圣旨弄错了。放肆！再敢口出狂言，当心掉脑袋！妹妹别着急啊，这说不定三皇子册封侧妃的旨意正在路上。宋明珠，你休想当太子妃！当太子妃的感觉如何？唉，别提了。自从我接了圣旨之后，这恭贺的人啊，把我家的门槛都要踏破了。这每日呢，我都不用等鸡叫，拍门声都把我给叫醒了。等大婚后住进东宫，你就清静了。那还得每日晨昏定省呢。父皇已经决定，下个月祭天之后就禅位于我。届时，这后宫只此你一人，不需要向任何人晨昏定省。3宫6院只我一人，得你一人足矣。那如此说来，你还比我专一呢。毕竟我这还有一个外室呢。哎，这不是去东宫的路。谁说我们要去东宫了？咱们去温泉庄子。去那儿干嘛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外室吗？这几日你天天陪着姑，也该去温泉庄子好好陪陪她了。你明知道那个外室就是……你放心，姑身为正宫，容得下一个外室。你宠爱萧旭，姑不会嫉妒。青青身为太子妃，还能坐享其人之福，姑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太子妃可得好好疼宠外室啊！唉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都感觉腰疼。也不知道今日刮的什么风，把宋小姐吹到了温泉庄。
难言祸水。都说温柔乡是英雄主，今晚这关我看是过不去了。还能是什么风？不就是你这邪风？怎么不说话？有了新人，就忘了我这个旧人了？当然不是了。这太子殿下呢，是东宫里的朱砂痣；萧旭呢，是清风楼里的白月光。这两个呀，我都喜欢。你若真的喜欢我，这么久不来温泉庄看我，扮怨妇还扮上瘾了，搞得我好像真欠了他似的。青青，你不要生气嘛，这是给你的补偿，够不够？亲身吻过你眉目，是我的救赎。别哭，握过你手心吻。老板，这只凤钗给我包起来。这凤钗已经被别人订了，要不孟小姐再看看别的？我是御风的三皇子侧妃，谁敢抢我看中的凤钗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宋明珠啊！除了她这个太子妃，谁配戴这个凤钗啊？宋寒月，我就算没有凤钗，也比你这破落户强。轮得到你在这里说风凉话？再破落户也和宋明珠沾亲带故。你们孟家当初是怎么得罪她的？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回头他给太子吹吹枕头风，就算你是三皇子侧妃，也落不着好处。咱们如今都是三皇子的人，总得齐心合力。与其一辈子被他压着，倒不如趁大婚之前让他身败名裂，彻底翻不了身。你说的倒轻巧，他有太子护着，谁能动他？我打听到消息，宋明珠正在温泉庄和外室私会。只要你说动贵妃去捉奸，太子颜面扫地，自然不会再护着他。好主意，那我再去叫上大哥和三皇子，将事情闹大。好了，真好看。想不到你这双手既能挽弓射箭，还能描眉画丹青。太子，小姐，不好了！何事？孟家兄妹俩，宋寒月还有贵妃和三皇子，带人堵在别院门口，说什么？说是来捉奸的。他们消息倒是灵通。那要不要把他们赶走？不用，他要来捉，就让他过来。正好姑也要看看这个萧嵩还有什么手段。宋明珠，你大婚在即，私会外室，辱没皇家颜面，你该当何罪？今日我们就要瓮中捉鳖，让世人看清你水性杨花的真面目。娘娘，我们已经惊动了这对狗男女，再不去抓他们就跑了。是啊，母妃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带人冲进去，拿下宋明珠和那个外室。走，住手！此处乃我宋家私宅，哪怕是贵妃与皇子，也无权应酬。宋明珠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，养外室被孟家退了婚，还躲在这里私会野男人，给太子戴绿帽。放肆！张口见种，闭口私混。我可是皇上亲封的太子妃，你可知污蔑太子妃该当何罪？别装了，你在这温泉庄养男人的破事儿，京城早传遍了。殿下，我拿我的性命担保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。宋明珠，你这庄子里有没有藏男人？进去一搜便知。我也是为了皇兄的名声着想。搜。那倘若这庄子里没有外室呢？诸位该当何罪啊？如果没有，我自愿贬为庶母。好，那贵妃娘娘与三皇子呢？
要是冤枉了你，我和三皇子自会向皇上请罪。哼，我相信贵妃娘娘定会言出必行，请吧。好。皇兄，皇兄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孤来这温泉庄，是想看看恩师故居，倒是你们一个个兴师动众的闯进来，所谓何事啊？殿下，宋明珠在这庄子里养了外室，他一直瞒着你，盗明欺世，罪不容恕。是吗？可孤走遍这温泉庄，也没看见有什么外室。一定是那个野男人躲了进来，待我亲自把他抓出来，交给太子发落。好，剑统领，你也带人一并搜查，一丝都不能遗漏。是。殿下，臣等搜遍了庄子，没有发现可疑人物。殿下，我这还没入宫啊，就被他们如此冤枉，妾身如今实在没有颜面再嫁与殿下。尔等污蔑孤的太子妃，该当何罪？太子息怒！殿下，方才贵妃娘娘与三皇子殿下说过，倘若污蔑了臣妾，他们便会去向皇上请罪。你们最好能做到，否则孤就只能亲自去向皇上讨个公道。这不关我的事，是他想报那个退婚之仇，污蔑太子妃的，请皇兄明察。我就是被两个侧妃蒙蔽了。臣有失察之罪，但臣也是一片忠心。殿下，方才孟将军也说过，倘若他冤枉了妾，他便辞去官位。污蔑太子妃，这处罚也太轻了吧！好在孤今日心情好，就法外开恩饶你一命。来人，扒去他的官服，打入天牢。是。令月，即日良辰，皇太子奉制大婚，家里继承一绵宗社隆昌之福。祝殿下与太子妃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今日累死我了。皇家繁文缛节，等过了今日，你就是这东宫的主人了。哼，说的是让我入主东宫，今日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你为主。那都是做给犯人的场面。这才是我想与你签订的婚书。你何时准备的？很久很久以前就准备好了。自相逢时，情丝暗结，愿以真心许君余生。此后风雨同舟，有福同享，春看百花开。
忧伤万物风。是我的救赎，别哭，我过你手心纹路，风雪不冷酷。乱世之中，你自此一结良缘，永守佳后，与玉相伴，白头有谢，此生不渝。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？明日的祭祀大典，容不得出半点差错。等祭祀大典之后，就是禅位和封后大典了。这几日宫里的事就劳你多费心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。拿着这个，宫里的人都会听从你的调遣，遇到任何事，别让自己受到委屈。话说，你这面具什么时候可以摘下来呢？你这几日带着你的外室招摇过市，京城里认识这张脸的人可不少。再缓一缓吧，免得给你招惹些风言风语。索性就等登基那日，到时候无人敢指责我的皇后。外面天冷，穿上吧。你别冻着了。你是我连天的烟火，照亮我宇宙。亲爱的，是舞台浅薄，请你看看我，看我如何随你短暂降落。你是那腾空的泡沫，当阳光晕烫轮廓，像不像你的眼眸？明珠，明珠，放手！你别搞我们小姐。明珠，过去是我们孟府对不起你，桃儿还在天牢里受罚，求求你放过他吧。小太子妃看，我腹中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啊！孟涛对我下手的时候，可有过丝毫的心慈手软。他如今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等他在天牢里面洗心革面，再出来也不迟。明珠，老天爷啊！宋明珠，来世方长，我就不信你一辈子的红光。明珠拜见贵妃娘娘。本宫和皇儿才刚因为你被皇上申斥，你这份大礼，本宫可受不起。你放肆！竟敢对我母妃不敬！宫中饮食洁净，怎会突然犯恶行？我看八成是怀孕了吧？才大婚3日就有身孕，来人，传太医。娘娘，太子妃的确有喜，有1个月了。我和萧旭竟然有孩子了。宋明珠，给我跪下！不行，太子妃刚有身孕，胎气还不稳呢。放肆！娘娘发话，你这奴才竟然敢出言顶撞，拖出去打死！慢着，贵妃娘娘让我下跪，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？哼！宋明珠，才大婚3日，你就有了1个月的身孕，还管本宫要缘由？大婚过后，太子私藏原帕，不让本宫过目，说什么本宫被皇上申斥，没资格管这太子妃。如此想来，太子是给你这个破媳打掩护的吗？皇兄还真是个情种啊！为了保住你这贱人的妃位，连绿帽子都肯戴。哼！宋明珠，你这腹中的孽种，便是你私通外室的铁证，还不给我跪下！贵妃娘娘刚刚才被皇上斥责，现在就来污蔑臣妾，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吗？你
贵妃管不了你，那哀家如何？参见太后。都平身吧。太子妃，你跪下。莫非太医禀报，哀家还被蒙在鼓里？宋明珠，你欺上瞒下，企图混淆皇室血脉，该当何罪？明珠无罪。无罪？你腹中的孩子是谁的？是太子的。胡说！上华月才过去半个月，你跟太子的孩子能有1个月？说，那外室姓甚名谁，深藏何处？这孩子不是外室的，就是太子的，一切等太子回来自有定夺。你还想着太子会包庇你呢？母后妾身无能，连个太子妃都管教不了，还是交出统摄6宫之权，跟着您吃斋念佛吧。只要哀家在，你只管教训。我看谁敢说你无能？太子妃以为咬住不认，我们就抓不到那个外室吗？孟灵秀，你是见过那个男人的，你又擅长丹青，能把他画出来吗？能。好，有了画像，全京城通缉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他。等抓到那个外室，你就等着下天牢吧。在画像出来之前，让太子妃一直跪着，直到他招出外室为止。小雪，当初拐了你做外室，如今为你罚跪，是不是也算我自作自受？没事吧？姑去皇陵祭祖，你们竟敢如此对待姑的太子妃！传太医。是。太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如此紧张这个贱人，你可知这贱人瞒着你怀了外室的孩子呀？有孩子了。太后，臣妾画完了，这就是那个外室的模样。好，给哀家把中用侯府的人都找来，一一辨认。哀家不信，这人还能凭空消失。不必找了。太子，你怎可如此纵容宋氏？这怎么可能？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，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你怎么成了他的外室？姑在回京途中受伤，为了封锁消息，就住在宋家的温泉庄子里。姑与太子妃两情相悦，所谓外室，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托词。所以，她怀的真是你的孩子？是。哀家如此，差点害了重孙。太后，谁罚太子妃跪的？贵妃与三皇子侧妃既然这么喜欢跪，就在这跪一个昼夜，谋害皇嗣。
我绝不轻饶。母妃，皇祖母，救救孙儿！皇祖母。小雪，我好像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醒了。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你别担心，太医说了，孩子没事，只要好好休养几日，就能康复了。从前的你，不让自己受半点委屈，怎么这次就不知道反抗了？太后在那，他是真心对你好的人，我不能忤逆他。再说了，太子当外室这件事情，怎能轻易被人知晓？让人知晓了又何妨？能被你看上，是姑一直以来最开心的事儿。你自由了，多谢三皇子救命之恩。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。起来吧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。起来吧。我就这么逃出天牢，太子他肯放过我吗？哼，太子，明日他就是皇帝了。什么？父皇病重，已祭告天地，禅位于太子，明日就继位，所以我才放你出来啊。若皇兄继位，你还回到这里；若我继位，你就能加官进爵。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我知道了，我要杀了太子，杀了宋明珠。哼，好。太医说你休养了几日，太息已经安稳了。那当然啦，我可是有练过的。有刺客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小雪。若是旧伤又犯了，记得得吃了。小雪，小雪，宋明珠，你不是看不起我吗？我今天就杀了他，我一个从龙之功。孟涛，刺杀太子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小雪，去死！属下护驾来迟。小雪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当年我随我父亲一同去北城，
在路上遭遇了袭击，这京城许多事情我全都不记得了。那如果我没想起来，这些事情就全都当作没发生过。怎么会呢？我会一直记得。你这伤口分开过几次？数不清了。可是太医明明说过，你情绪过于激动才会崩开。世人都说太子殿下喜怒不动如山，我在边关都听过你的威能，难不成都是胡说？喜怒皆淡漠，相思不能平。你这伤口疼不疼？自然是疼的，每疼一次，就想着你的承诺，想着你能回到我身边的那日。我现在回来了，往后年年岁岁，暮暮朝朝，我都在你身边。爱过你，让我一生满足。爱过你，让我一生。太子萧旭登基，改元承光，立元妃宋明珠为后，帝后恩爱无双，携手开创太平盛世，史称承光之治。